我这是刘宅，怎么穿越成了刘宅？丁，宿主加直力，智力武力20。系统简介：宿主见到三国时期普通将领，可获得1点技能点。宿主可以通过开10点技能点，可将属性注入任何人的能力，使之拥有该名将的巅峰能力。只要见一面，就有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。这辨识度也太高了。丁，刘备武力141，智力123；诸葛亮武力80，智力148。什么鬼？历史上刘禅守护蜀汉40余年，能力应该还不错吧？怎么诸葛亮居然比自己聪明7倍，甚至武力也是自己4倍？说好的优质遗传呢？难不成刘禅真在长盘坡被摔憨了？我得尽快去见大量的三国名将拿技能点，要不然将来我一定会被自己蠢死。那个谁，你过来！世子有什么吩咐？现在是什么年份？什么月份？如今是建安24年9月初5。我的天，已经建安24年了，刘备都敬畏汉中王了。这么说来，吕布、典韦、周瑜、庞统等20几个名将早就下地府了，夏侯渊等人也刚一命呜呼，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而且关羽还有3个月就要归西，曹操、黄忠、夏侯惇好像不久后也要死去，张飞、吕蒙、法断明年就挂，你们慢点死。世子都说了些什么？他竟然诅咒前后左右4个将军去死，诅咒尚书令去死。世子慎言啊！刚才我说的话，你一个字都不准说出去。小的明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皇后。阿谀献媚、真名误国、祸乱朝纲的那个宦官。阿谀献媚、真名误国，这是欲加之罪啊！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世子难道要杀我？不过他现在还是小孩，好好调教不至于祸国殃民。你以后就留在我身边吧，我好好教你做人。这算什么？吓唬人？打一棍子再给一个甜枣，世子越发寒了。谢世子。若世子来教导我，那不是蠢他妈给蠢开门，蠢到家了吗？丁，加点成功。刘战武力20，智力40。这么一来，我就比刚才聪明1倍了吧？世子之智近乎妖啊！你去找张飞来见我，今天我就要见他。世子这是怎么了？不尊称叔父也就罢了，好歹称呼右将军啊！就算你是世子，怎么能直呼其名？太侮辱人了！回世子，右将军坐镇万兵，距离成都500多里，恐怕今日来不了。右将军离得这么远，那你找镇远将军魏文长来，还有左将军马梦醒。回世子，镇远将军是汉中太守，离成都800里；左将军镇守阳平关700里远，今日都来不了。一个近乎童工的小宦官，对蜀中将领驻地和地理知识都了然于胸，怪不得这小子最后能成为刘禅宠臣，权倾朝野。我记忆有缺，系统又压制我智力，很多事儿都不知道。还好有黄浩这个百事通。成都有哪些将领和谋士？后将军和义军将军在成都，太傅、尚书令、尚书等皆在成都。你速去把后将军、尚书令和义军将军3人找来。世子，小的是卑贱的宦官，请不动。要不我去军营转一转。世子，咱1没有虎符，2没有令牌，3没有军务，是进不去军营的。我这智力被严重压制，完全发挥不出全市的聪明才智。好吧，你下去吧，我再想办法。还有，你去告诉其他人，没我传唤，谁也别进来打扰我。思考。诺。系统，三国名将的武力值和智力值是怎么设定的？丁，武力值最高300，智力值这个分值怎么这么奇怪？丁，我的基础分实在有些可怜，看来我的提升之路任重而道远啊。现在是建安24年，过去1年多时间里，最重要的大战应该是刘备攻打汉中的征伐，最终是刘备险胜，夺取汉中，自立汉中王。要是我早穿越1年，跟着刘大人去汉中浪一圈，估计智力武力就冲上天了。过几年这蜀汉就会分众荆州丢失啊！我要救关羽，守护荆州，更要增加技能点。我得去找刘大妹谈谈，把关羽马上被杀荆州失守的事情分析出来，到时候他不论重不重视，都应召集众将领讨论，那样我便能见到一大群的名将，技能点大涨。父王，孩儿这就去给您献策。世子，主政正与尚书令、军师等军议，请世子稍后再请安。我不是来请安的，我是过来参加军议的。世子，未得主公传召，任何人不能妄自参与军议。本世子有重要的事要给父王说，关系到荆州安危、钱将军生死，你速速去通报。世子，前几天钱将军传回军报，说已经包围了曹仁，即将拿下襄阳，而荆州更是固若金汤，世子大可放心。你懂什么？钱将军现在看起来顺风顺水，但是其中包藏的危险，岂是你能探知的？速速放本世子进去！世子，恕卑职不能放行。看来刚刚是失了神，该死的智商！是谁在屋外大呼小叫的？是世子要进去请安。想来今日身体恢复了些，能下地了，第一时间便过来给我请安。阿斗这孩子真是至孝啊！
让他进来吧。丁，见到三国名将法正、刘巴、赵云，普通将领杨仪，宿主增加31个技能点。好啊，过来。吾儿既然来了，就听听几位先生的高论，了解一下荆州、巴蜀、汉中等地的形势。这个时期的刘备集团内部团结，外界拓展也相对顺利，算是刘备的高光时期。可惜所有人都不知道，最大的危机和转折马上就来。吾儿，诸位先生说了很多，你可听懂了？回父王，儿臣大约听懂了。那你说说，懂了些什么？这个，那个，难道是智力太低，使这具身体的嘴巴无法表达出我心中的想法？就算是个7、8岁的孩子，听了这半晌，也该说出个1、2、3。世子竟然只会说这个那个，还哎，传闻果然是真的。世子之智近乎妖啊，妖嘛，智力方面自然比人差远了。怎么，儿啊，你第一次接触这些，不懂很正常。父王稍等片刻。加点成功，刘禅武力44，智力71。丁，宿主总点数达到100，获得饲养加成功能。世子这是急得张牙舞爪了，真是虎父生犬子，难不成是被主公摔的？儿啊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。父王，我刚才想说的是，您现在坐拥巴蜀、汉中、荆州3地，其中巴蜀居易守难攻之地，抱肥沃之田，粮草充足，是完美的大后方。但是汉中3成人口随张如迁走，曹贼又掳走3成人口。如今的汉中人丁不旺，需要休养生息不短的年鸡。巴蜀乃天府之国，四面环山，安逸至极。坐镇成都之将即将被磨去锋芒，死于安乐窝中。最后是荆州，目前被曹贼孙仲敏和我父王分别占领，情况复杂，敌我难分。父王则趁机夺下南荆州的长沙、贵阳、凌凉和武梁。后来卢子敬用南郡跟父王换走了江夏，看似是为了联盟，其实是为了减轻自己军事压力，让父王顶在抗击曹贼的最前线。后来更将此事诡辩成借荆州，因而至今让我们归还荆州，实在气人。世子的意思是说，主公不需要归还荆州各郡喽？父王自己打下来的城池，自然不用归还。那南郡呢？我父王凭本事用江夏换来了，哪有还的必要？后来孙仲晕派吕蒙偷袭，攻占了零陵、贵阳和长沙。前将军顾立北方防线，父王在汉中大战郑元，不便派军在荆南硬拼，只好与孙仲晕谈判，以湘江为界，分而治之。世子如此年纪，已经对荆州形势知之甚深，对鲁肃肃借贷那应图和东乌的大亲也有深刻理解。我主以后必死子，大事必成。是谁教给世子这些的呢？此人必定大才，必须重用。是谁呢？法正、主公。如今前将军正率军攻打襄阳，据说已经生擒于禁，斩杀了庞德，即将拿下襄阳，似乎势如破竹。然曹贼不会坐以待毙，让自己老巢暴露在我军铁蹄之下，必然派出援军奔赴襄阳，同时联系孙仲文前后夹击前将军。如此一来，前将军压力倍增，失去锐气，叠加孤军深入，后继不利的情况，可能再难有大的战绩。此外，荆州精锐兵马尽在襄阳，后方实力空虚。东吴那位老伙伴精明得很，一定会趁火打劫，越过湘江偷袭我们的。父王，儿臣认为，如今的上策应是迅速派出2支骑兵入荆州，一支直奔襄阳，协助前将军攻城；另一支奔发湘江、长江驻守，防止孙仲温背后插刀。想来是主公把这件事说给世子的，刚才那些话估计也是特意教的。主公这是有意让世子崭露头角，逐渐接触朝政了吗？是谁把密报透露给了世子，还教世子说出如此长篇大语？是军师提前知会阿斗的，并教了这些说辞。难道军师有意让阿斗参政？诸位怎么看？世子能推测出曹贼动向，看出孙仲挪那边的风险，确实聪慧。然吴中谋士极多，识大体，知分寸。孙仲勋有他们辅佐，正常情况不会轻易出兵。我认为，只要曹贼不再襄樊取胜，东吴不会有所行动。果然是主公有意推世子参政，这个孔明怎么如此看不透？世子说要派出2支精兵，那肯定是主公的意思呀。你顺着说不就行了？做甚唱反调？如居师所说，我父王应该如何应对？世子之言不无道理，
可送信给云长，令其继续猛攻破曹操援军，使曹贼胆寒，不敢继续增兵。同时提醒云长、子方等人仔细防范。孙仲东审时度势后，自然不敢轻易偷袭。世子所说之危局解矣。军师误矣。孙仲玄狡诈善变，贪得无厌，怎会放过如此良机？我认为他必定会先曹贼一步，派大军渡过江偷袭。吾认为世子所言极是。孙仲部此前已经偷袭过荆州，盗走贵党2城，如今必然故技重施。我同意世子出兵的计策。原来幕后之人是你啊！即便东吴暂时不准备出兵，我们出兵入京也是未雨绸缪，震慑东吴，更可以成为前将军的强大后盾。世子之谋乃上上策。蜀中军事迎战1年余，多得暗年烈气，功力充沛，且有刘封、孟达在西侧上庸仗赵引，完全不需惧动武。法正前辅早主攻入川，后有汉中之战的功勋，现在主动教导阿斗，果然是忠心耿耿之臣。有他在侧，是主公之幸。非也。首先，荆州虽然有很多谋臣武将，但大多在襄樊前线，南郡腹地人数稀少且分散。若东吴背信弃义而来，恐难抵抗。再者，上庸3城心定，人心不稳。若是突然撤走大军，万一地方宗族又一心，必然反叛。倘若荆州有变，上庸之兵将进退维谷。其三，蜀中之兵虽然疲惫，但抽出一些人马东去，并不妨碍休养生息，却可以保荆州安宁，何乐不为？吾儿思维敏锐，眼光独到，为父甚是欣慰。然你身体刚刚康复，不宜过多思虑，先回去休息吧。此事我会和军师好生商议的。主公，世子聪慧不凡，臣建议让世子上朝堂参政。主公，世子确实早慧，不赞成孝直的建议，你们觉得呢？古代太无聊了，一点娱乐项目都没有。世子，看那只蟋蟀比您平日玩的都壮硕，小的给您捉回去吧。这有啥好玩的？世子不是最喜欢斗蟋蟀了吗？小的这就给你去捉。看来这黄浩虽然聪慧，但更擅长讨好人啊。不过也对，能成为我的宠臣，怎么能没这个天赋呢？切，又在捉蟋蟀，玩物丧志。这蠢胖阿斗真是让人无语。姐姐这话不对，世子仁厚至孝，性情温和，只是尚且年少，爱玩点，怎么能说玩物丧志呢？英英，汉中王把你许配给他，你自然要向着他说话。凤姐姐，哪有这个事情？你胡说！你脸红什么？在汉中时，大王和你父亲就把亲事定下来了，你将来就是世子妃，多么正常的事儿，这有什么害羞的？姐姐还取笑我，我可听说东吴派人去荆州提亲，求娶姐姐呢。妄想！我父说了，虎女也能下嫁犬子，我是不可能嫁给孙登的。世子看过来了，快走！丁，见到3国普通将领关凤、张茵茵，增加2技能点。这是关羽和张飞的女儿，他们来王宫做甚？不对，他们也算将领吗？世子，他们却是前将军和右将军的长女，不是将领。今日入宫是向王后请安的。还有系统是谁？不过不重要。既然世子说他不行，那系统肯定不行。张飞的长女，那不就是我未来的媳妇儿？世子，您看这只蟋蟀多么壮硕，称得上蟋蟀中的上将了。起开，别当我看媳妇儿。我媳妇儿的身段还是很不错的嘛。父王算是办了个好事。未来的世子妃确实美若天仙，关小姐也才色出众。你闭嘴！老子一点不喜欢斗蟋蟀，你回去把所有虫子都扔掉。在王宫随便逛逛都能见到将领，我为何不去城中走走呢？说不定有意外的收获。去成都街头走一走。世子不喜欢蟋蟀了没关系，只要还有个爱好就行。小耗子，我准备自己出去走走，不用整这么大阵仗。世子尊贵，怎么能独自前往？这么大一个阵仗，又是马车又是卫兵的，我走个屁啊！你选几个得力的侍卫，远远跟着我就行。小的遵命。那走吧。世子，出王府怎么也得沐浴更衣的。哎，麻烦。这边没意思，我们去小城那边走走。世子，这边虽然没冒哪街，再往北有酒楼茶肆，还有章台，您可以尽情去玩。倒是那小城中又脏又臭，尽是些市井之人，不懂规矩的很。张桃就是青楼，倒是可以一去。想不到这几个门卫中竟有3个普通将领，让我轻易得了3个技能点。这成都小城在刘晏、刘璋父子2人的经营下，还可以嘛，挺热闹的。看来在这个时代，
平头百姓里几乎不可能出人头地，纵使应召入伍，到了战场也就当个炮灰了。世子可是饿了，小的这就引您回大城，那边有个酒楼，名为蜀一醉。乞丐，他不会来抢我鸡蛋吧？小哥，你这鸡蛋多少铜钱一筐？多少钱一筐？公子，如果您都要了，150之前就可拿走一筐。小耗子，都要了。小哥，你能每天都卖给我1筐鸡蛋吗？是，公子，乡下人贫苦，这些鸡蛋8成攒了1年半载的，每天都拿出1筐鸡蛋，恐怕有些难为他了。公子，每天1筐不行，5天1筐没问题。你的意思是去亲朋好友家收购，再卖给我？不，我家养了1整山的鸡，每天都下很多鸡蛋。你可不要诓我！不干！半年前，我家的1只母鸡不知为何突然开始持续下蛋，持续爆窝，小鸡一窝一窝的出，到现在已经200多只母鸡了。小耗子，你找个人跟着小回家看看，如果真如他所说，就把他的家和他家的鸡都买下来，把小哥一家也接到王府，我有重用。这次偶遇，可比遇到一个名将还值得。世子，您为何要接他到王府？这小子看上去骨瘦如柴，没什么力气，干不了什么活的。买的不是他，买的是他的母鸡，买的是他养鸡的能力。小耗子，我记得你刚才说过什么蜀一醉，正是蜀一醉的佳肴让人流连，美酒让人忘返。你去过？没去过，小的月钱还不够买半盘菜的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们酒菜好吃？听别人说的。这算是三国时代的广告效应吗？带我去，我要尝尝这个时代的美食。世子病愈后，话语似乎变得更奇怪了。世子，咱们进去吧。有贵客，请上座。果然是豪族时代啊！一个小小酒楼就见到如此多的未来将军，纵使他们没能青史留名，但是在这个时代全都是人上人，不是平民能比的。咦，卤肘子、郫县子鱼、望刀鱼蒸年、胡瓜拌蒜、韭菜炖鸡蛋、青梅酒、酒晕酒，真的是三国的菜，这些菜名好熟悉，我穿越到了一个假的三国吧？不知客官想要吃点什么？按之前2次加点经验，似乎给增加智力，能记起这具身体和前世尘封的记忆。不知道把今天剩余的点加到智力上，能不能想起些什么？叮，加点成功。刘禅武力44，智力87。没跑了，增加智力可以将尘封的记忆提炼出来。幸亏一目十详地看过些杂书，要不根本不可能回忆起这几道菜的来源。原来这是曹操所著的40识智里的菜名。我们没点汤，是不是上错了？回公子的话，这是掌柜的送您的。你干看着做甚？坐下一起吃。小的还从没吃过郫县的鱼呢，真是太好吃了。郫县的鱼，曹操的菜谱。这个时代书籍和烹饪技术的传播速度这么快的吗？世子，王妃请您去她宫中坐。小的找了好多地方才找到您，耽搁了很长时间了，请您速速回王府。这是王妃身边的宦官，唤叫吴起。吴起还真狂，居然起个大帝的名字。小启啊，你去回复王妃，我这就过去。小的告退。我们回吧，这里没什么新顾客了，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。公子是第一次进店，这顿当小民请了。这是本店用上好的稻米制曲30斤，流水5升精酿而成的酒韵酒，全做谢礼。还望公子经常光顾小店。小耗子，收下。掌柜的，谢了。跟上去，看看他们最终去了哪里。诺。带上大黄，如果跟丢了，让他寻酒味而去。诺。王妃，臣女还要去教场练习骑马，先行告辞了。既然关姐姐要走，我和你一起回去吧。也好，天色不早了，再不回去，你们母亲要担心了。世子，去哪里了？让我们好等。儿臣到醉夷署吃酒去了，得到吴使传话，便匆匆赶回来了。从没见过这么匆匆赶路的样子。世子当真沉稳。秀色掩金骨，荷花羞玉颜。顾盼移光彩，长啸气若兰。世子这句子好有韵味。不是说刘禅脑子不灵光吗？怎么做得出如此有意境的一句？世子真儒雅，有名士风采。世子，英英，这边坐。世子，尝尝这枚酥饼，很是可口呢。叔母身体可还安康？我母亲安好，谢世子关心。安好便好，甚好。那个我还有事，就先回了。你和王妃慢慢聊。没成想世子比他还羞涩，竟然只说3句话便借口跑了。上辈子就相过亲，尬得要死。
这都穿越了，竟然还有这种囧事！基本没见过面，突兀坐在一起，让我怎么聊？聊她身材好。早知道回来是见张英英，我就在醉一署继续喝酒了。世子，您慢点，别累着。咱们这去哪儿啊？去哪儿？对啊，去哪儿啊？小耗子，我平时这个点都干什么？回禀世子，往常这个时间点，您是在书房读书。读书，挺好，那就去吧。世子转性了。世子金总要请几次才能来读书呢？唉，像汉中王英雄了得，怎么生了如此痴傻又懒惰的世子？先生，这个字念什么？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。哦，原来是丹，这篆书太他妈难认了。你才学到开始几句，问这个字作甚？前面的你都会了吗？哇靠！老子9年义务教育出身，虽然不能背全文《论语》，但还是背过一些句子的。虽然世子背错了很多地方，但和之前比起来，如今的进步已经可以用惊天地泣馆时来形容了。敢问世子，您生病这几日，汉中王是否安排新的先生给您教授学业？未曾有，怎么如此问？世子进步神速，让人难以置信，故此发问，是否有高人指点？本世子天资聪慧，不需高人指点，自己看看书，自然就会了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，必然有位高人进了汉中王府，用高超的教学技术将刘禅这株朽木雕刻成功。世子得到高人指点，进步如此神速，看来再教下去实是耽误世子。老夫这就去找汉中王请辞。先生，这是怎么了？这真的不难。可看清楚了，确实进了王府。看清了，王府守卫什么态度？很恭敬，如同迎接汉中王一般。果然，给所有人说，今后只要他来数一醉，一定好酒好菜招待。小的这就去传话。想不到这2部典籍传到后世，竟然遗失了这么多。历史学家就是把全国的汉墓都挖了，也凑不到我手里的这种程度了。世子，属下将卖鸡蛋的小贩和他家人，连带276只鸡都带回来了。世子，大王让您速去见他。本来想去看看母鸡，看来得先去看父亲了。大王看上去有些激动，不知喜怒，世子尽量快些。他叫什么？回世子，此人吕方，字行元，是大王从荆州带来的，前些日子派到世子身边做的护卫。这字和他的名倒是很对呼。行元，你和黄浩一起将那些安置鸡起来，令养鸡小贩好生饲养。等我忙完了，就去找他。诺。我们走吧。我儿真的进步神速。大王啊，您已经问了12遍了。阿斗这孩子自小就不算聪明，今日他先是说出一番出色的策论，又背了这么多书，我高兴啊！读书一直没什么成绩，加上身体微胖，很难学武，我很是担心他将来如何在乱世立足。听大王的意思，您不了解世子的学业进度吗？不是您给世子请了高人教导吗？我既然请了先生您，又怎么会请别人？世子到殿外了，看来不是要责问我的家事。吾儿，为父听闻你近期较为用功，读了不少书，背出来为父听听。我离开短短时间，世子竟然将《论语》里的错误都改过来了，还多背了这么多。吾儿终于开窍了。这些都是谁教你的？自己看书学的。这样说来，你上午发表的那些长篇大论，也是自己想出来的？正是。不曾有人指点过你？不曾。此间没有外人，你不必为他们遮掩。能暗中指点你的，定是博学之士。确实没人指点我，都是我自己分析出来的。子赤，你觉得以世子如今的学识和见地，可否参政了？世子聪慧，见识不凡，早该参政辅佐大王。好，既然子至如此说，那明日起便让世子参政。世子有此学识，全赖先生教导。请辞的事情休要再提，今后还望先生继续悉心教导。臣自当竭力辅佐世子。去吧，回去好好准备准备，好加后日的大朝会。又能大规模加技能点了。祝守正啊，你现在正式成为王府的人了。世子给你的任务就是饲养好这些鸡，务必仔细，别出什么乱子。世子买了这些鸡，那这些鸡就是王府的财产，你万不可像往常一般散养，要把它们当祖宗，好吃好喝好伺候，别辜负世子对你的期望。是，全凭黄管事安排。哟，小耗子，
你这个当管事的气场不错啊，这小手背的，一下子老了20多岁。世子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这地儿鸡屎多，可别脏了鞋子。这黄浩好快的身法，难道阿谀奉承能提高个人武功？草民祝守正，拜见世子。起来吧。怎么样？进来王府还习惯吧？谢世子关心，草民习惯，很习惯。没问你，我问的是鸡。问的鸡？鸡也很习惯。世子您看，他们多活泼。我怎么看不出他们习惯？明显很不自在嘛。你这工作做的可不咋地。听到了吗？世子说了，你做的不好，以后一定按我刚才说的。起开！祝守正，你听我说。等等，这么喊你显得我很没教养。那个，你表字是什么？草民父亲死得早，族里长辈也没什么学识，没给草民表字。这样嘛，我给你起一个吧。世子赐你表字，还不谢恩？草民谢世子。起开！怎么哪儿都有你？别逼逼！你名守正，有个词叫守正创新，表字就是创新吧？谢世子赐字。创新，你这些鸡原来是养在山坡，贸然到了园子里，他们很不适应，所以你一定不要把他们当成王府的财产，依旧当成自己的，一定要继续散养。原来怎么吃，现在就怎么吃；原来怎么喝，现在就怎么喝。还有，如果有条件，可以给母鸡吃些羽毛粉、蝇蛆、鱼杂、发芽的粮食，促进鸡蛋的形成。啥？小的懂了。好好干，官小不了。小耗子吕方，我们走。世子，再有1个时辰就天黑了，请您回房沐浴更衣，吃罢晚饭休息吧。你们古代人睡觉也太早了吧？成都城有宵禁，不论百姓还是官员，日落前必须回家。那么今天我还有2个小时的外出时间。今日心情好，我们去章台玩玩。黄管事，我记得你是宦官，缺根零件，你也能去章台快活？谁说我缺少1个零件了？我只是缺少2问这个做神。还有，我看你比世子还兴奋啊！必须兴奋！世子的爱好就是我的爱好，世子快活就是我快活，我兴奋不很正常吗？吕方说的对，你作案工具不完整，去那种地方不合适，也不快活，就别去了，让吕方陪我去就行。不，服侍世子就是我今生最大的快活，我一定要去。世子不要撵我走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世子，你让我去吧。行，好了，走吧。走，进去见识见识。这位公子有些面生，第一次来我们满香楼快活吗？你管我们第几次？速速将最美的妓叫过来。公子看起来年纪轻轻，想不到还是个老手啊！快这边请。今日正好是我们秋婉姑娘打茶围的日子，公子如此贵气，一定要去参与的。打茶围，3国时期就有这种玩法了，那就去瞅瞅吧。本以为能见到些门阀子弟，其中必然包含现在或将来的将领，谁曾想所有客人都屋内躲着，只能闻其声而不见渠人，这一趟算是白来了。看来出府找技能点这个方法不大靠谱，在朝堂和战场上疯狂加点才是正道。公子，此处是秋婉姑娘的媚堂小阁，此刻正在打茶回。公子不仅可以观舞赏月，还可以和其他文甚吟诗作赋。若秋婉姑娘有意，还有留宿的机会哦。留宿？这里不宵禁的吗？所谓宵禁，是百姓不能上街道，但在自家院子里可以自由行动。留宿嘛，自然秋婉姑娘事前没什么兴趣，倒是打茶回，毕竟在系统的标准上，谋士也算将领。看来必须进去体验一番了。打茶回只需100钱，茶水和笔墨不另外收费的。是1人100钱。一起进来就是。长得还不错，娴静似娇花照水，行动如弱柳扶风。好剧，好剧，公子大才。公子才学出众，今后可要经常来我的小阁才好。只是借用了别人的句子，算不得什么。死了！这双眼睛勾死人了！哎呀，原来是偷别人的句子，居然有脸当众说出来装好。还有小半个时辰就宵禁了，奴家不久留众位贵客了，还望诸位老爷、公子日后经常来小阁看望奴家。
至于剽窃他人文章的，就算了。恍惚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糟糕，我看走眼了。这一句不会也是借别人的吧？我怎么闻所未闻？成都有谁能做出如此好？这位公子，您能再说一次刚才的句子吗？我家公子刚才说的是“彷恍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”。好文采啊！敢问这位公子，这句子是您所作，可还有上下文？自然有，我家公子才华横溢着呢。起开！不会说话就别乱说话。这位公子，您刚才这2句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之词，如果还有上下文，我等恳求您讲出。我只是看远处的洗衣姑娘，随意说了几个字。二是也可使公子声名远播。大伙谬赞了。非也，公子随意几个字，让我们振聋华会。公子大才，就不要藏私了。若公子愿意送出全文，奴家可以做主，将那位洗衣少女送给公子。当真？那女子是我住处负责洗衣的婢女，我自然有权利处置。只要公子真能在媚堂小阁朗诵出全文，奴家一定履行诺言，将她送到公子府上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刚才我观那洗衣少女忽然思如泉涌，瞬间得了一篇妙文。其女子翩若青红，婉若舞，荣耀秋菊，华茂春松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；破而插之，灼若浮驴出绿波。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灼若浮离出绿波。若是这一句用在自己身上该多好！唉，我一时眼拙，得罪了贵人，错过了一飞冲天的机缘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云髻峨峨，修眉连卷，丹唇外朗，皓齿内鲜，明眸善他几个字，画面感竟如此强烈。此文一定会名垂文史，快给老夫准备笔墨，老夫要尽快誊述下来。此文如同天上来，敢问公子高姓大名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您的倾慕者。我不需要男性的倾慕者，离我远点。公子，奴家今日清闲，不知您可愿留宿媚堂小阁？留宿？想占我便宜？你想得美！这位公子，莫要年少不知秋晚好，错把佳期作为宝。既然老人家如此抬举秋婉姑娘，我就把她让给你了。那感情好，小老儿多谢公子。秋婉姑娘可听清楚了，留宿这事儿我已让给这位老人家了，你一定好好伺候，成就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佳话。此外，感谢姑娘赠送婢女，本公子日后再答谢。带着那位洗衣少女回府。秋婉姑娘，小老儿年纪虽大，但身体倍儿棒，大家用了都说好。我们快去歇息吧。本姑娘今日疲劳至极，不接待任何人。不知好歹的臭！郑小姐，你不必惊慌，我没恶意，带你回去是你之福，日后你在成都定当大放异彩。你怎么知道我姓郑？我不仅知道你姓郑，还知道你名为郑立昭，是前益州从事郑度之女。你父因向刘璋献坚壁清野之计，被刘璋拒绝，并罢黜流放，你也因此沦落章台。起来吧，先回府。世子去了满香楼，还做了文章，还带回来个妙龄女奴。正是，世子在满香楼当场诵读，文章精美，震惊全场。短短1炷香时间，世子的文章已经传出小半个成都。吾儿就此名声大振？没有，世子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及自己身份，现场也没人认出世子。下去吧。夫人，大王有何吩咐？称呼夫君。诺，夫君有何思绪？听说你今日见了英英，还将阿斗召了过去。是呢，2个孩子自小认识。你觉得阿斗今日表现怎样？世子刚刚病愈，精神尚可，就是胃口不大好，还有很是害羞。以往来我宫中都要吃几盒酥饼才肯罢休，今日英英在座，他竟一口未吃便走了。还有呢？是感觉长大了，上个月还当着我们面撒尿呢，今天见了未来媳妇儿，都知道害羞了。据说他还把所有蟋蟀丢了，专心读书呢。夫人可听说过山精野怪夺舍人身的事情？幼年时听过些鬼怪吃人借尸还魂的故事，妾身倒是没见过。明日你陪我去趟城南青阳观。民女不知世子身份，失了礼数，世子赎罪。不知者不怪，小耗子已经给你安排了住处，你过去吧。世人常说知恩图报，世子将我救出火坑，民女自当报答。我相信你，
这都哪跟哪儿啊？你会错意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才跑了约莫3分钟，竟然如此饥饿，前身怪不得这么胖。世子，小的给您添饭。再吃下去，我以后走路都成问题。我再吃最后一碗吧。不能吃了，我要去祝创新养鸡的园子看看，顺路消消食。小耗子，你要是敢继续添饭，我立刻把你赶出王府。草民给世子磕头了。这些鸡比昨天欢快多了。一见有吃的，他们立刻欢快了，一心吃食，停都停不下来。请求世子容许草民回老家一趟。你家人不是都搬到王府居住了，家伙事也都搬来了，一大早回老家做甚？草民回去找鸽子。鸽子？是的，草民曾养了10几只鸽子，昨日也搬到了王府。可是昨日黄昏他们都飞走了。联想到以往他们每日按点回窝的习惯，草民猜测他们是回草民老家了。你猜得不错，鸽子定是回去了。你速速回老家去寻来，捡去翅膀上的长鱼，养在王府，争取繁殖几百只、几千只鸽子。速去寻回来给世子把玩。起开！鸽子对我有大用，不是用来玩的。世子，别看书了，快热闹去。不去，我没那么八卦。世子怎么知道是八卦？大王去青阳观请来几位道长，正在大殿外做法呢。道长？对啊，他们穿着八卦道服，拿着桃木剑和铜铃，在汉兴殿前跳大神呢。那有什么可看的？这还不好看啊？寻常谁能见到这种稀罕事情？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儿，你没见过道士做法吗？没见过。刘大耳，不对，我父王第一次请道士来王府做法吗？小的只知道，自从王爷进驻成都，这是第一次。这次是因为何事？不知。世子，咱们去看了就知道了。快走吧。走，去看看。好嘞。世子，您累了，小的甚是担忧，要不我找个车推着您去？你是怕道士做完法事看不成热闹了吧？哪有，我真的是担心世子累着。你别拖着我跑，我自然不会累。明日大朝会上得到新的技能点，一定加在武力上。早知这么快就结束了，就让世子在书房看书，我自己过来看完再回去伺候，也不耽误事儿啊。阿斗，过来见过几位道长。阿斗，这是青阳观的葛仙师。贫道葛玄见过世子。葛玄？放肆！怎敢称呼仙师名讳？无妨，一个代号而已。我记得仙师原是在荆州阁朝山修道，怎么来成都了？你也想到成都街头走一走？竟然知道我曾在阁骤山修行，世子真是强记博闻。然出家人云游四海，不会久居一地。1年前，贫济观西蜀有天子气现，故来此一游。目前在青阳观精修。仙师说西蜀有天子气象，意思是当今圣上会来西蜀居住。大王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请寻一处精舍，容你我相谈。正该如此。阿斗，你也来吧。仙师，一场法事下来，您觉得我府中气象如何？可有妖物作祟？大王府上紫气升腾，王者之气缭绕，一片祥瑞，您不必忧虑。唤阿斗进来。林不观世子气宇非凡，脑后隐隐有9鼎之光华，将来定成大器。然今日他印堂发黑，似乎有灾祸在身，若不尽快驱除，必失天命。敢问仙师，何为9鼎？何为天命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仙师先说西蜀有天子气象，又说我脑后有9鼎光华，到底是何意？世人皆知天子居于中原，天子气象必然在中原，而9鼎代表皇权，又为何在我脑后？仙师博古通今，必知原文道为何而死，如今何故胡言乱语，来此坑害我父子性命？大王，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当世自黄巾之乱后，天下已然4分5裂，皇权可谓荡然无存。然汉室命数虽久远，也不是不曾断绝，但终会转危为安，延续国祚。像秦发源西方，五行属水，当年高祖揭竿而起灭秦，是为土德灭了水德。至平帝时，汉帝被迫禅位给莽，是为土德生金德。光武帝灭辛，乃火克金，
故为火德传承至今。当下地星昏暗，将来必然涌现新地，或是火德生土德，或是水德克火。大王占据益州，是西方之地，五行属水。大王名讳贝字，也是五行属水。如今又如同高祖以汉称王，只要大王励精图治，世子作能壮。吾儿之节应如何度之？世子暂时无生命之忧，大王不必焦急，待我准备准备，1个时辰后，弟嗣们一起做法，为世子加地星当头之福，可保天命长存。仙师可需要什么祭祀物品？孤一定尽数奉上。不多，取黄金1000两，白银5000两，蜀锦2000匹，由贫道祭献天地即可。来人，打开府库，取黄金1000两，白银5000两，诺。蜀锦2000匹，给道长祭祀。另取黄金100两，酬劳仙师。父王，这道士就是来骗钱的，你怎么还信他？允他这么多金银手段。到了此时，你依旧不怕吗？等会儿仙师做法，你必然难逃一死，何不就此离去？你说啥？你不必如此装傻充装。你的事，孤已经尽知。然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修行不易，快快走吧，免得身死道消。师傅，怎么样？汉中王信不信你？汉中王人心不足，早就奢望皇位。刚刚为师为其推演周易，一通算算，他的问鼎之气显然昭然若熠。再加上我说自有劫难，可能危及天命，那大耳朵自大。他一要保平安，二要保帝业顺利，已经对我深信不信。能给1万钱吗？哼，没见过世面的东西，你以为汉中王能和寻常富户一般？哼！为师要了他取黄金1000两，白银5000两，蜀锦2000匹。师傅，徒儿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；对您的佩服如大海之水，无边无垠。那世子博闻强记，竟然知道葛玄的修行代场。等会尔等说话时一定要注意，莫要让他看出猫腻，坏了我们大事。我听说汉中王世子蠢胖，身居王府，怎么可能知道葛道长的事情？这就不知了。他在荆州居住过几年，可能听说过吧。不过今日他没有认出我来，至少说明他不认识我。我们只要将今天蒙混过去，明日就可以拿到钱财遁走。师傅，徒儿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你就不能换个词？师傅，您一定是天上的骗神下凡。我怎么觉得这不是夸我呢？孤听闻你昨日带进府里200余只鸡，今早还命人去抓鸽子。孤这么问你好了，你是个山凤成精，还是野鸡化怪？父王，你被骗了，自己也想歪了。那道士先是说西蜀有天子气象，后说我有九鼎之华，刚才又按错误的五行推演，明里暗里说父王有成帝机会，都是骗钱的铺垫。父王，儿臣给您分析一下。其一，刘晏来蜀地前，就有人说西蜀有天子气，现在他自己身死，儿子也战死了好几个，就一个刘璋继承一兵，还没有守住基业，何来天子气？其二，那个葛玄说儿臣有天命，但印堂发黑会失天命，然后让您给金银祭祀，这不是明显的骗术吗？再者，父王说我是精怪，葛玄可说过府中有妖物，可有说过我是精怪？其三，葛玄说秦藩西方是水德，高祖灭秦是土德克水德，那我皇室历代都说高祖斩蛇是赤弟子斩白弟子，代表天命，这赤弟子明明是火德，怎么就成了土德？高祖斩蛇代天起义，怎会有假？那就是葛玄说错了。其四，那个老道若真觉得我们父子能取得天下，自然不会要我们的金银，而是让我们保证事成后兴建道观，弘扬道法才对。父王若还是不信，您稍后见到葛玄，可以试他一试。怎么试？试法分两种情况，第一种，这个葛玄沽名钓誉，就是个招摇撞骗之徒；第二种，这个葛玄是别人冒充的，十足的假货。容我试他一试。派人问葛仙师是否准备妥当，若妥当，则过来叙话。诺。大王唤贫道过来何事？孤听闻仙师从左仙师处学的仙丹炼制之法，可助凡人长生。巫师确实传过贫道仙丹之术，贫道也曾钻研。仙师可曾炼制成功？来蜀地之前，在巫师的指点下炼过一炉成丹9枚，功效如何？巫师吃了1枚，自此无虚食无谷，百病不侵。山间几味采药服发再生，健步如飞。此丹可还有？丹药都送给巫师，贫道身上并未携带。仙师可还能炼出？能，但炼丹需要无尽的天材地宝，贫道怕大王。天材地宝可有价，可有处寻？天材地宝难寻，但不是寻不到；天材地宝无价，但不是买不到。哦，贫道估计5000两黄金能凑齐一副药方所在之宝。仙师，这是孤从东吴带来的上好茶叶，名为国山渚。您曾于葛昭山修行多年，必定饮过。如今来到蜀地，再品一下故地之茶吧。果然是上好的国山渚，这茶出自乌亭县西的温山，气候湿润，茶叶温润适后，清香淡雅。仙师游历天下，果然见多识广。惭愧，惭愧。父王，儿臣听闻格奏山景色优美，其中太极、玉女、凌云3座山峰高耸入云，能通往天界。您四处征战，可曾去过？
讲与儿臣听听。孤未曾去过葛洲山，不过孤3年前曾途经豫章郡东南，远观过此山，确实见到了几座入云的高峰，就是不知道是也不是。仙师，不知孤看到的是不是太极、玉女、凌云等峰？仅凭几句话描述，贫道无法确定。仙师，高峰入云真的通往天界吗？那都是世人讹传。太极几峰虽高，但无法通往天界。想来也是，若真能通往天界，仙师和您尊师早就登天而上，与天同寿了。世子说错了，即便能登天而上，也不能与天同寿，要食用仙丹才能长生不老。我曾听闻尊师授予仙师一本《太清丹经》，不知是不是记载如何炼丹的经书？可否借我观摩几日？此乃天机，不可泄露。原来如此，请仙师恕我唐突之罪。不敢，但贫道可用此经书之神文，为大王炼制仙丹。不知几年能成？长则3年5载，短则3月。何故？只要天材地宝齐备，3月成丹。若成丹如此快捷，孤愿意多拿出3成黄金助力。不必，5000两足够了。这蒙闪茶芬芳，喝过后口齿留香，仙师可多饮用。世子说笑了，这茶不是国山出吗？是仙师记错了，蒙闪茶细长墨绿，国山出宽叶门绿。您看这茶中之叶片，分明是蒙闪茶吗？你看我一时口误，竟然将蒙山茶说成国山直了。哎，是上了年纪了。哎呀，贫道真是年纪大了，记性远不如从前，连国山茶和蒙山茶都分不清了。仙师的记性确实不怎么好。此外，格造山群峰大多100丈高，离云端还有不少距离呢。世子真会开玩笑。还有那格造山地处荆州，楚国故土，常年湿润，山间终日云雾缭绕，就算只有30多丈高，也算是入云之峰。仙师高见。大王和世子几番试探，想必不相信贫道。仙师何必如此呢？犬子年幼，话语没有分寸，还望仙师息怒。世子年幼不假，话语没分寸可以见谅。大王年过半百，不也在旁帮仓吗？我记性确实不佳，仙师不见谅。求大王饶命啊！我们都是被那老道士给逼的，不是故意来骗钱的。大王啊，我们还没见到钱，不能杀我们呀！我家里还有80岁的幼子，3、5岁的老母，我们顶多算报仇，那白胡子老道才是主谋。仙师莫急，先听听是怎么回事。仙师稍安勿躁，不想死，那就说说你们是谁，为何进王府？我们是靖州南郡的农户，因战乱逃到益州，途中遇到那个老道，收我们为徒，学些道术，不，学些骗术混口饭吃。你们师傅真是葛仙师吗？他不是葛仙师，他名为长青道人。听闻葛仙师大名远扬，才顶着这个名号四处行骗。你们几个是何方妖孽？怎敢强占我徒弟身躯？快些速离去，否则贫道定引天雷轰杀！谢师傅驱蛊鬼怪，让弟子恢复清醒。师傅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怎么到了这里？你别在这里装神弄鬼！你忘了刚才怎么给我说的了？贫道何时见过您？何时与您说过话？大王，我徒儿被妖物附身，胡言乱语，您莫要见怪。他们此时身体不适，还需要回青阳观调养几日。王府上的法事可能要推迟几日了。我们这就回去了。你觉得姑特别好骗是吧？所谓心诚才灵，大王已经不信任贫道，这法事没法做了，仙丹也没法炼了，贫道告辞。你以为你走得了吗？贫道修行几10年，熟悉各种遁术，想走自然能走，那就要看看尊驾是否有真本事了。世子聪慧，博闻长记，身具天子气息，贫道本想与您多多交流，奈何今日机缘不够，来日再会。去追！果然是老江湖了，骗得了就骗，骗不了就跑。带下去，严加审问。阿斗，跟我回去。说说吧。我懂父王的疑虑，昨日儿臣的行为有别于常，父王心仪再正常不过。现在我要说的是，我可以说是父王之子，也可以说不是。这是何意？这具躯体内的3魂7魄是2个灵魂融合而来，一个灵魂是我的，但缺少1魂1魄，故此我有些痴傻。另一个灵魂来自1800年后，曾经有自己的生活，不知何种原因，跨越时间长河，穿越到这个时代，补足了我的缺失，还给我带来无尽的学识。1800年，穿越，1魂1魄，你如何证实？
父王问儿臣答，父王信了便好，父王不信便杀了儿臣。为何不主动说明情况？太过怪异，无法解释清楚。在靖州时，你跟随谁？住在哪儿？儿臣在新野断生，在禅阳成长，由孙夫人抚养。你说那残缺魂魄来自1800年后，你可知这1800年的事情？为父帝业可成，刘氏江山可绵长。历史沉浮，尽在儿臣胸中。速速道来。那儿臣就捡重要的事情，大概说一说。今年年底，前将军关羽死于东吴吕蒙之手，父王失去荆州所有郡县。明年年初，曹操病故，其子曹丕继位王位。10月，逼迫天子禅让，曹丕代汉称帝，国号魏。在一年春，父王起兵，御驾东征伐吴，孙权投降曹丕，受封吴王，派陆逊在夷陵迎战，火烧汉军70万，父王大败，郁郁而终。在白帝城，托孤诸葛亮和李严。儿臣继位后垂拱而治，任命诸葛亮为丞相。在接下来的5年里，北抗曹丕征伐，东与孙权修好，对内镇压雍快、孟获等门阀土司叛乱，更由诸葛丞相领兵2次挥师北伐，然均无功而返，徒废粮草和事称帝，国号吴。东吴黄口柱子也敢称帝，简直可恶可笑。在之后4年，诸葛丞相多次北伐，未能成功，最终身死5丈原。到此时，五虎将军王室属于父王那一代的人杰所剩无几。我之基业几时被灭？父王能看到蜀地无法长存，儿臣佩服。儿臣在位42年，被曹魏第5代皇帝所灭。第5代皇帝，看来他曹家人丁军事走势啊，篡夺大汉皇位，这是报应。哦，你继续说。大汉国祚彻底断绝后的第3年，曹魏皇位被司马懿之孙篡夺，国号晋。又15年，晋灭东吴。司马懿之孙，没想到最后竟然是他后人问鼎。司马氏既有天命，他国祚几百年，可能媲美我大汉。晋分南北2代，传15帝，仅历155年，却开启了300年大混乱。晋建国25年，内部宗室大乱，8王混战。继而北方5大胡族挥师中原，短短几年，杀汉家子民至少800万人。直到儿臣灭国后400年，华夏才安定下来。这么说来，我大汉国祚崩后，中原混乱了400余年。正是，怪不得上天让一个未来残魂弥补你的魂魄，原来是不愿大人子民受400年苦难。为父听明白了，这一切苦难的源头，皆是因云长战败，丢失荆州，让我大业后继无力所致。是也不是？此话怎讲？表面上是，而本质上，与父王霸占益州而失声望，仓促称帝而失道义，妄自兴兵而失根基有必然关系。难道真的都是孤的错？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父王仅仅是没能匡扶社稷，不能说引起灾难。父王可准备好听一听您一生的功绩和失误。既然上天给孤这个机会，自然要听一听，从中汲取教训，拼尽全力延续汉室国宪，解万民400年苦难。父王前半生历尽苦难，后世评为5义其主，4失妻子，说是惶惶不可终日不为过。好在父王声望极高，顶着皇叔的名义，用仁义之师苦苦支撑，直到胜了赤壁大战，才开启真正的帝业。然击败曹贼后，父王趁着吴侯事忙，先一步夺取荆南4郡，又借来南郡，有了初步根基，但也因此引起东吴忌惮。后来父王不同意和孙权一起夺取益州，继而平分巴蜀，自己却带兵入蜀。在孙权看来，这既是欺骗，又是威胁，为东吴不顾一切武力拿下荆州，杀害关羽埋下祸根。好，现在儿臣回到最初，说一下诸葛军师的隆中对。按军师的构想，父王需要占有荆州和益州，再逐步成就霸业。但是父王的大业是要复兴汉室，如此大旗必然要尊重刘氏道统，保证自己起兵的正义性，这就要求不能与益州同宗之刘璋为敌。可惜父王入蜀之后，采用计谋鸠占鹊巢，霸占了益州，这就有点不得人心了，直接压垮了父王的声望，成为第3个祸根。不仅在本质上与东吴决裂，还造成后来益州多地叛乱，始终无法完全挖掘益州的潜力为己用。天子下了禅让诏书，曹丕称帝后封天子为山阳公，极为善待。在这个情况下，父王要么听从天子诏令供奉新帝，要么举起大旗举兵讨逆，营救天子，恢复汉室。您不该宣称天子已死，贸然称帝，造成名不正言不顺的处境，这便是最大的一个祸根。如今按你之言，为父已经埋下3大祸根，你有何计策扭转之？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帝。何解？父王之根基乃益州和荆州，只要从现在开始增强防御，守住2地，吞并世家势力，吸收其家财人丁为己用，慢慢积攒家底，不暴露野心，静等敌人出纰漏，再行征伐即可。曹丕小儿称帝也不顾，到时只需要举大旗声讨，静心积累实力，最后兴兵北伐营救天子。若真的将天子救回来了，孤何以自处？一策，
攻破魏都，营救天子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待天下一统，再行效仿尧舜之事。二策，攻入魏都，斩杀曹丕。天子不幸，在乱军中驾崩，父王算是从曹丕手中夺来帝位，为帝报仇。天子不幸这条挺好。这么说，父王相信儿臣不是被妖魔附身了？相信你是无儿了。速回去准备准备，明日大朝会，你一定会大放异彩。自今日起，你加派人手，全天保护世子，每日给姑汇报世子日常。诺。包括穿衣吃饭，包括与谁见面说了什么，包括看了什么书。诺。天色还早，我们出城走走。真是不愿意浪费任何一颗粮食啊！世子说的对，我们不能浪费粮食。小的这就去赶走他们。你什么意思？城南所有农田都是大王的私田，而那些人都是寻常人家，在大王田地里偷东西，不得赶走吗？我父王会派人来捡拾落下的这点粮食吗？不会吧，应该不会，没听说过。那你赶走他们作甚？能不辞辛苦的捡这么点吃食，定然不是富裕人家。世子仁慈。几位老人家，为何在此捡地中残粮？家中田产不能果奢吗？家里田地贫瘠，像汉中王这种沃土，100亩年产不过300栋，我们的田地能少一半。老人家，你们种地可用过粪肥滋补农物？我家没有牲畜，没那么多粪浇灌。老人家，你可以在冬天地气回暖时挖深潭，将粪尿、灰土、垃圾、糠秕、落叶堆积其中，封闭腐属，所得之肥料称为蒸粪，可得数倍之养分。等我回去，要设法在军屯中推广蒸粪法，丰收后自然会传到民间。老周，你听说了吗？车关城那边一户姓楚的官家被法太守给杀了满门，为何？还不是法太守心眼小，只要别人说一点他的坏话就被报复。嘘，大人物的事，你们瞎嚼什么舌根？小心祸从口出。小耗子，那几个农户说的法太守是不是法孝直？正是他。他们说的可为真？回世子话是尚书令，可在大王入蜀初期是担任蜀郡太守的，时一上任便暴露睚眦必报的本性，擅杀言语，重伤自己者数十人。是吗？千真万确。据说曾有人向诸葛军师告状，希望对法太守进行约束，奈何诸葛军师认为法尚书使大王幡然翱翔，不可复制，无人能够禁止他纵横蜀郡。我也听说过这事，肯定是这个情况了。刘大耳朵占据益州初期，益州门阀反对者很多，经由法正之手报复和立威是很好的手段。今后我主政了，也可以用法正这种人灭了益州门阀，使门阀毒瘤永远不会干涉。看来明日大朝会后，我得会会这位老兄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。这位公子真是豪气万丈，老夫钦佩不已。信口胡诌之言，当不起将军钦佩。吾乡野村夫耳，非将军也。将军虎背熊腰，步履坚定，面带杀气，手上老茧铮铮，定是常年执掌刀枪之将，何故隐瞒身份？公子慧眼，文才又好，若能稍习武艺，定能成为国之栋梁。我家公子就是不习武，也能成为栋梁。自家下人管教不严，望老将军见谅。我一个村夫儿，当不起。严老将军就不要继续隐瞒身份了。严老将军，公子何意？我曾闻汉中王进入益州时，刘璋手下之文臣武将只有3人能尽忠的，其中有王驴、张任，再者就是8郡太守严老将军您了。公子认错人了。哦，这蜀地没有治世的英雄，除了还有谁在白发白须的年纪有如此体魄，如此风度？公子真的看错人了，我就是途经蜀郡的村夫而已。原来是我想错了，不知老人家为何途经此地？秋收已毕，家中无事，出门游历一番。可有目的地？云游而已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那不如随我入城，到我家坐一坐。恭敬不如从命。我就是随便客气一句，没想到真正的请动了这个老头。这是汉中王府，刘玄德的住处。正是，这就是我家。敢问公子与汉中王是何关系？汉中王乃家父。怪不得，
怪不得老夫早该想到的。所谓既来之则安之，老人家既然到了我家门口，进去吃杯薄酒，也算小子尽了地主之谊呀。这也罢，老夫只去你住处，不敢在王府闲逛。老人家请。不敢。公子，喝汤，睡得好。这是何物？这是冬荣养骨汤，最是补肾益精，有助世子睡觉。这只是补肾的，世子喝下定能睡得好。我喝了这个哪能睡得好啊？定能睡好。你别乱来啊！见到三国名将蒋沃、黄忠，得到20个技能点。丁，见到三国普通将领许靖，得到1个技能点。叮叮叮，叮个屁叮！系统，你能不能一下子播报完？对于汉中的军队布局和官员布置，吾儿有何看法？父王说的什么？世子果然有些狠。听说当年在长坂坡，赵老将军为救世子，在曹军中七进七出，险些身死。大王爱惜将领，将世子摔出，是头先着的地。昨日我还让他好生准备，怎么弄得如此没有精神？难道是因为张唐领回来的女子之故？蜀郡已有都江堰保证水利，今年的财力人力理应拨付给武阳郡整治河道，开拓水渠。杨太守主政蜀郡，自然知道都江堰能保蜀郡丰收。然杨太守出自武阳郡，必知武阳背靠大江，并不缺水。如此言语有假公济私之嫌。吾认为今年应先34人将宁郡的水利。其他人都是凑数的吗？此前见到的人里，智力最高是诸葛亮和法正的148，武力最高的是赵云的257，然后是黄忠和严宠。自己目前武力44，智力92，还是先加到武力上吧，至少先把身体调养好。再不能做3分钟先生了。丁，加点成功。刘柴，武力108，智力92，统御力0，素养能力10。丁，总点数超过200点，宿主增加耕种能力10点。虽然远不如几个名将，但在普通人里算是佼佼者了。汉中平定，功臣皆已封赏，各地太守尚未调整，故纵观全局，调整各地太守如下：襄阳太守关羽，蜀郡太守杨洪，南郡太守糜芳，巴西郡太守张飞。这种泾渭分明的权力结构可不算稳定，也怪不得刘备一死，益州爆发多处叛乱，刘备集团就此失去问鼎中原的底钱。敌对的门阀应尽早诛杀。父王，汉中已定，曹贼退去后，必然聚集大军支援襄阳。前将军孤军直入，极其危险。令荆州精锐云集襄阳，腹地空虚，恐遭东吴偷袭，请父王选派至少5万精兵东去，支援前将军北伐。世子之志实在令人惋惜。难道就这2日，大王没有知会世子此事？世子危言耸听了。世子，1年前我们与东吴划江而治，已有定论。纵使孙仲仪人心不足，短期内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。故此，臣认为前将军定能势如破竹，占领襄阳，剑指许昌。辅汉将军所言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是这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，忽略了曹贼和东吴的视角。世子此言何意？我父王取荆州，下益州，并汉中，在我们看来叫做势如破竹，大快人心。可在孙仲云看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要知道，东吴同样志在荆州、益州，从利益上，我父王断绝了东吴西扩的希望。从曹贼那边看，我父王是1代赵的唯一生存者，肩负灭曹贼、匡扶汉室的责任。曹贼不可能坐视我父王一路开疆拓土，继而威胁自己性命。综合来看，曹贼不能坐视前将军攻下襄阳，继而威胁许昌。东吴也不想让我父王一路顺风，继而压到自己头上。他们双方虽然征战2年，但是近期已无大战，进入相持阶段。现在各自抽手霸占，一个支援襄阳，一个偷袭荆州，是他们各取所需、相得益彰的事情。相信曹贼和孙仲云看得比我清晰。曹孟德和孙中铎都是人杰，定然能分出轻重。臣认为世子所言有理。大王与东吴结盟，有大义压在孙仲都肩膀，他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背弃盟约。这货怎么这么幼稚？能爬到如今的位置，不应该啊！世子可能不知，前将军出征前早就与大王有过详细商讨，在荆州各地布置了大量关口，留下了充足的防守力量，东吴无力偷袭荆州。湘水华魏后，作为荆州水道重要隘口的夏州、路口等地，均被东吴掌控。是否偷袭，主动权在孙仲竹的手里。世子可能忘了，上庸城还有副军中兰将刘封镇守，他随时可以支援前将军。终于把刘封搬出来了。你个卧龙哪里知道，关羽兵败的原因之一就有刘封拒绝援助的一份喽。但是此时的刘封名义上是刘备义子，在所有人看来，
他都是关羽的一大助力。再者，就算真如世子所说，东吴背信炮役偷袭荆州，我方西有益州大军朝夕可达，北有前将军精锐随时回援，他孙仲永掀不起大浪。许大人和李大人所言不无道理，世子之担忧也不可不防。然益州大军征讨汉中刚歇，各家驻屯军的钱粮也耗费颇大，现在不宜大范围调动军队。臣认为，大王可令关将军继续北伐，令刘将军随时自上庸出兵援助襄阳前线。臣附议。完了，调动大军东去之时，怕是要泡汤了。看来我需要让刘大耳朵派我以辅军的名义前往荆州了。阿斗，今日怎么不据理抗争，促成出兵？儿臣以为，此时出兵应以武军之名入京，方为上策。你亲自兵东进实为不妥，派一心腹武将前去即可。若遣武将前往，非孝顿、孔明、郑方几人不可。但是他们前去，仅需要率1-2千士卒，对于荆州形势，并无大用。为父想说的是，你的身体可能担不起这种远征。你就是怕关羽救不回来，儿子还舟车劳滚而死。父王多虑了，如今我魂魄已全，身强体壮，足得上阵杀敌，不输寻常武将。就你上阵杀敌，你能跨上战马吗？请父王随我去教场，观我演练一番。今日不行，梁后是重阳节，府上要办酒会宴，为父要去看看准备情况。等过了重阳节再去教场吧。也罢，我也刚刚加好点儿，还不曾演练刀枪，不曾练习骑马。这2日我熟悉一下，再给大耳妈展示吧。世子好本事，与朝堂诸公侃侃而谈，可谓舌战群儒。没文化就不要说话。这朝会吵吵嚷嚷，竟然如此耽误时间，不觉竟过午了。看来今日没法去校场骑马。小耗子，你去给我找3张弓，1柄战斧，1杆长枪，外加1把钢刀。世子要多少重量的？这个各种重量的都拿来吧，我挨个试试。好嘞，小的这就去。这个黄浩果然是溜须拍马的高手，只要是主子让干的，他定能干好，还能超额完成。太轻，太轻！这锤子要是落到人头上，一定脑浆迸裂。就是进攻范围太近。好力气！原来是严老将军，我第一次用功，还不怎么熟练。昨日老夫还以为世子是虚胖，没成想世子臂力惊人，不费力气就拉开20硬弓，果然英雄出少年。惭愧惭愧，我至今没学过武艺，当不得英雄2字。汉中王没叫你习武，真是不当人子！大胆，竟然辱没汉中王！哈哈哈哈哈！老将军心直口快，不做作不含糊，纵使说错了什么，也算不得什么。况且我们父子生于乱世，如同驾驶长舟于巨浪间，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总有连这点胸不好的事情，被人骂上2句也属正常。没有，我们连如何立身于天地之间？收复名将严颜。刚才我做什么了？怎么莫名其妙就收复严颜了？世子年纪尚幼，便文才奕奕，身姿雄伟，胸襟广阔，实在是天地间难得之少年英雄。老夫本心灰意冷，只求老死乡野，不想今日见到世子竟雄心。老将严颜，愿为您马首是瞻。老头，你别搞突然袭击好不好？刚才还不承认自己身份，这个就不用混了，给我点缓冲时间好不好？我第一次穿越，也没什么经验，你猛地这么搞一下，我心里有些慌，你知不知道？老夫虽年能开2式硬弓，身具1000斤力气，能统万人之兵。世子若不嫌弃，老夫愿效力麾下。所谓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老将军既然愿表露身份，助吾父子成就大业，真乃大汉之幸，万民之福。不敢当世子如此赞誉。严老将军，我若习武，学什么兵器为佳？世子挥舞着偃月刀试一试。世子再试试这双铁戟。世子可知你刚才用了多少件武器？没来得及数，共42件武器。如此多武器，寻常人用过一遍，恐怕早已累虚脱了。而世子却丝毫不气喘。我自己还没想到这一层呢，看来系统的加点很给力呀。
世子身躯高大，魁梧有力，双臂壮硕，异于常人。真到了战场，近战用双锤为宜，马战用铁脊里骨球或者方天画戟为交，远战可用30硬弓。世子如今刚刚修习武艺，不宜学之过杂乱，故老夫认为世子可先练双锤，兼练马术，待纵马如飞后，再选长器袭之。就按严老将军之言，小耗子留下一对30斤重的大锤，其他武器暂且拿走。阿斗真的能舞动80斤的偃月刀？回大王，千真万确。严毅不是因此拜服，不应该呀。不是，昨日阿斗巧遇严颜的经过和今日二人对话细细说了一遍。原来是这样。一句是非成败转头空，说尽多少兴衰往地；一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，道尽多少豁达。阿斗无儿，这1800年的沧桑，对你到底是利呢，还是害呢？你丫的不会用锤，还让我练锤，我找谁学去啊？用锤讲究一力降10会，一锤下去，把敌人握武器的手震麻，再一锤就要了他的命。所以世子只需要勤练锤之扫突、砸挡几种战法，练得炉火纯青，犹如自身臂膀。到了战场，自然战无不克。世子年纪尚幼，臂力还会增长，等将来能轻易挥舞80斤的铁锤了，这天下再也无人能与世子对战超过3回合。谢严老将军指点，自今日起，我就开始勤练双锤，争取早日挥舞80斤大锤。世子，该喝汤了。又是什么羊骨汤？对的，粗蓉羊骨汤。我不需要，你拿回去吧。世子喝了明明有效，为何不继续喝？你怎么知道有效？昨夜子时，民女来看过，确认这汤有效。什么叫你来看过？昨夜民女不放心世子身体，民女掀开被子看了，直到有效果，这才又熬了一锅。这都是你在满香楼时学的？老鸨教的？不是，老鸨嫌我不接客，罚我成日在后院洗衣扫地，才不会教我什么。好在满香楼有一书房，里内放了很多医书，我时常潜入偷书看，就学会了些医术。我的清白啊，竟轻易被这小女子给玷污了。世子，昨夜民女只是隔着衣服看了看，这会儿正好有灯光，您让民女具体看看吧。啥？那是你能随便看的吗？我就是来看看疗效，世子生什么气啊？再说了，我也是为你好啊，我都放下羞涩了，你还不愿意了？难道他可能真的一知半解？小耗子，明日你找个宣仪女官，教导郑立昭府中规矩，还有教他何为周公之礼。完了，要多个女主子了。诺，带他回房。诺。刚刚还聊得挺好的，怎么突然又让我学规矩，又让我学礼仪的？这个世子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因中囚说礼仪正监礼要宣色姑娘，明且倒是我们更加显定的。我摸到的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医书上没说这么明白啊！快来人，郑姑娘晕倒了！在这么快的马速下完成射击，真不愧是名将之后。世子隔着这么远就看清楚是谁了吗？射得好！世子怎么得闲来城西教场游玩？游玩？不，我是来骑马的。骑马？这边的马恐怕承受不起。小凤，休得无礼！大丈夫岂能和小女子一般见识？今后我会经常来教场骑马，还望诸位兄弟多多指点。不敢！啊！这匹马给世子骑，糟蹋了。这么好的战马，给我多好。世子，这匹马是左将军供给汉中王的那匹西凉马。正是，这是乌孙国的良驹，属于大灰马，和玉兰白龙驹一个等级。我父王昨日赐给我的，我给它起名为火影。火影，毛红如烈火，奔驰如飞，只见残影，好名字。可惜了，兄长，为何说可惜了？可惜汉中王只有1匹这么好的马，若是有1000匹、1万匹，该有多好！哥，你就明说，
这匹马配给世子可惜了，哪有那么多谎话？胖子果然没有尊严，但是每一个胖子都是潜力股。哈哈哈哈！关妹妹说话可谓一针见血。霍莹若跟着从前的我，真是可惜了。怎么跟着现在的你就不可惜了？如今的你一样是他不可承受重。小凤，闭嘴！切，我说的本就是实话，要不让世子骑上马试一试啊？首先要跨上马背，稳稳坐在马鞍上，紧握马绳，两腿夹紧马肚子，用马鞭轻抽马后身，继而前行。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，你还不如说骑上去别掉下来。世子果然聪慧，您说对了，确实不能掉下来。完蛋，这个教头可是自己请来的，世子会不会因此冷落自己吧？问你还不如给武力加点。黄浩这种人真是太好用了。世子，使不得，切不可因舍妹一句话置自己安全于不顾。这马高大，速度快，世子不宜骑乘。关妹妹历来嘴毒，我们都被她怼过，世子不要和她一般见识。我那边有一匹刚刚培育好的小母马，个头小，性子温顺，适合世子驾驭。让我去骑小母马，现在也不是时候啊！世子，这太危险了。您将来是要坐于帐中运筹帷幄之人，没必要事必躬亲。重色轻友的家伙，有了夫君都学会瞪我了。我不是因为关妹妹才要上马的，今日我来校场，本就是要练习骑术。世子，这马太过高大，不适合初学者，要不臣给你找一马驹来骑。马驹？你想让我压死他？而且我听说小马驹性子活泼，更容易撒花乱窜呢。众位公子且让开，世子为骑马而来，是大王许可的，你们不得阻拦。吆喝，居高临下的感觉真好。世子果然天纵英姿，有王者风范。这马既然已经骑了，恭请世子下马。讲屎吃呢！我这才骑上来就让我下去，开国际玩笑！驾！坏了，快追！都因你嘴毒，今日世子若是有个好歹，你让父亲如何面对大王？世子慌了，估计稳不住了！驾！完蛋了，这么快的速度，一旦跌下马，非死即残。我怎么觉得世子马术惊人，不像是初次骑马？是不是我们误会世子了？确实如此，若是不会骑马，早就跌落了。怎么能以如此速度骑1刻钟时间？世子坐下乃是宝驹，谁追谁是傻子。世子，快把手给我，我救你下马！世子哪里是慌了，他这分明是在跟我们赛马呢。别说，这胖世子还有点帅。咦，我乱想什么呢？他可是茵茵的未来夫婿啊！亏我还以为世子不会骑马，没想到竟有如此精湛的骑术。现在知道也不晚，我们调转马头，往回骑驰，看看谁先赢到关锁他们。到冲刺阶段了！本姑娘赢了。真是漂亮他妈给漂亮哭丧，漂亮死了。世子天纵奇才，臣钦佩不已。喊生分了，什么臣？我们乃世交，以后我称你呼我弟，岂不美哉？那怎么行？君臣之道，在汉兴殿时必须论君臣，出了大殿，我们皆是兄弟。什么叫做皆是兄弟？那我和莹莹呢？莹莹是我未来媳妇儿，自然不是兄弟。至于你，真不行，以后也做我媳妇儿吧。世子也太敢说了！世子怎么把话说得如此明白？哎，
不对，什么叫做也做媳妇儿？登徒子，我刚才应该用鞭子狠狠抽他。世子绝对不是第一次骑马，世子一定偷偷练了好久，今日专门过来虐我们，太心急贵族了。我们世子确实是第一次骑马，你们如果不理解天才的世界，就不要妄加评论。还算甘甜，自然甘甜。这是用甘蔗酿的酒，最是醒脑解苦。小耗子，去我们马车上拿羊腿肉和调料。吕方，照我路上给你说的法子生堆火。怎么，世子要烤肉？宝哥拿来的肉干没滋味，我给大家现场烤肉吃。世子还会烤肉？不会烤肉，我这身材怎么来的？昨日才决定出门，准备的不算充分。今日回府后，我命人打造铁制烤架和竹签子，再给大家烤一次。哼，徒有其表，只是闻着香罢了。我就不吃这个登徒子的烤肉。关妹妹，刚才是我言语梦莽了，还请原谅。咦，真好吃！你还是多吃几串吧，这样才能有充足的营养。登徒子，我说的都是实情嘛。你看你平的，不得好好补补？我活劈了你！小凤，你要死啊！这丫头武力在我之上，幸亏刚才加了26点，要不今日得见血。星哥，西城剑绝风光好，劲草扬尘昔日要。少年轻狂搭肉烤，蜀中子弟纵马闹。浮生长恨欢娱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。为君持酒劝骄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一登徒子耳，说是去骑马，怎么醉成这般，还这么晚归？不记得家法了吗？今日在校场巧遇世子，骑马骑累了便饮酒吃肉，有他在场劝酒，我们兄弟不敢少喝。今日世子确实去教场骑马，而且骑术惊人，文才奕奕，酒量奇大，风度翩翩。大丈夫居天地间，定要刚正不阿。你们怎说出如此多阿谀奉承之词？张莹莹，自己正是了阿斗所作。真是世子所作。关家兄妹、糜家和赵家的弟弟们都在现场，我们怎敢说谎？风度翩翩嘛，还是换成大腹翩翩的好。行了，今日因世子，我就不惩你们了。以后若再醉酒迟归，必打你们板子。小凤，父母在荆州不能对你管教，但长兄如父，在成都只能由我管你了。你说，今日你做之事，若父亲在，会如何罚你？到家了。怎么多了这么多守卫？世子，今日食物，那个骗人的道士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府中地牢，将他徒弟救走了。大白天的，就将人都救走了？也不是都救走了，还剩下2人，并在脸写了“废物”2字，生生丢下了。可有造成护卫伤亡？没有。倒是有些真本事，他那徒弟怎么也有100斤重，竟能提着飞盾。什么时候做的醒酒汤？小的早上出发前命人准备的，世子一回来，后厨端来了。这是乾阵，按八卦上乾为天，震为雷。这本书翻译成话，不就是天雷锤法吗？是谁放到我枕下的？这算是武功秘籍了吧？小耗子，去问问今日谁来过我寝宫。阿斗，听闻你昨日嫌弃凤丫头的，好，
这个时代信息传递都这么快了吗？刘大耳朵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？父王，我是说他平，还不是一个意思。那可以不一样，你的用词太直接，我说的就含蓄多了。唉，阿斗，你们都长大了，很多话不能信口就来，毕竟男女有别。你虽然有了千年见识，但是在男女大防方面还不是很成熟。你凭啥说我不成熟？我可是看了上千部动作片的，比你见多识广。父王，儿臣听闻，夫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畅所欲言，有一针见血此，敢想敢说之志也。他事实就是平，儿臣为什么不能畅所欲言？阿斗，这句话说的不对。当年孟德老贼说的是：夫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富有良策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也。原来是这个样子，看来我的那些书有错误的地方。父王应该多给我买些高质量书籍，继续增加见识。你书房那些书都看完了？无非十几本书，都看了好几遍了，恳请父王拨款买书。也罢，我这就遣人去买。谢父王，儿臣告退。来人呐，让我的好大儿回来！诺。等等，算了，由他去吧。你通知秦密，让他寻《礼记》《周礼》《孟子》等书，交给世子。若还有其他书籍，就多寻下来。诺。刘大耳朵怎么知道昨日的场景？就是关兴几人也不能完全知道当时的对话吧？难道大耳朵建立了特务组织？哟，你在满香楼就是这么偷看医书的？连忙跪地请罪。没关系，起来吧。看书是好事，以后若想看书，直接到书房看就是。若是看不明白，可以问我，也可以拿回房细细品味。不必了，民女看一遍就能记下来，回去默念就是。看一遍就能记下来？对啊，在满香楼时偷看医书怕被发现，都是匆匆看一遍，回到柴房细细琢磨其中含义。你这是过目不忘喽。我问你，你第一次见我时，我做了何句？佟丽丽，我就没有任何秉句。那一日我和黄眼穿着是什么？同今日一样。既然刘大耳朵有自己的密探，那我也可以组建自己的锦衣卫啊！有如此人才不用，实在太浪费了。郑立昭，你可愿意为我效力？民女是世子救出火坑的，自当报效。我准备组建一个谍报组织，名为谛听。我观你有明察秋毫、过目不忘之天资，很适合做个密探。今后你就做我的第一个耳目，代号孟吉，要留心观察王府内的所有事情，日日汇报。尤其是管事以上的人，与我生活关系密切的人，也包括晋府的朝臣，他们做的事、说的话、穿着举止，但凡你认为与我相关，便记下来。属下明白了。这是极为机密之事，不能为外人察觉。除了你，我还有以后加入组织的人，不能有他人知道谛听的存在。属下明白了。小耗子进来，传下话去。自今日起，郑立昭就是我寝宫的女尚书，有财务人员调度之权，随时出入之自由。诺，主子，你最终还是移情别恋，把对我的爱分给郑姑娘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今后就是郑姑娘给您洗澡，给您更衣了吧？小的叩见郑尚书。别，怎么给我磕头了？哎呦，快起来！你先下去吧，琢磨琢磨我说的，不懂的就来跟我讨论。诺。小的稍后就去请王府中的宣仪女官给郑尚书讲解职责。你想得很周到。还有事吗？世子，明日是重阳节，大王要安排酒会宴，不知世子要不要给大王送礼物？还没想这件事呢，看你神色，似乎帮我想好了。小的那日见媚堂小阁的几株菊花开得很盛，不若买来置于大王书房。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。走，随我去满香楼买花。阿娘，贵人来了。贵人，贵人！哎呦，大爷，奴家可把您给盼来了。不是，老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一个花过300钱打茶围的厨，可不能算你的大爷。大爷过千庙魂，轰动了全城，各路文士闻风而来。这几天我们满香楼的生意翻了1倍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个大大爷啊！今日大爷是继续找秋婉姑娘，还是找其他人？我们雅等的姑娘还有春蕊姑娘、夏瑶姑娘、东苏姑娘，多好的名字，都给糟蹋了。我去媚堂小阁去找秋婉买。可别说买，秋婉姑娘说了，只要您要她，她送。别胡思乱想，快走！公子，小女子有礼了。公子若早说喜欢菊花，那日我便施展了，何必等到今天？这几盆菊花卖不卖？这几盆菊花是秋婉姑娘千辛万苦栽培出来的，不能用金钱衡量，绝对不卖。
但是公子可以用诗词文章交换，以无价之花换无价之文，实乃一桩美事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今任于夜且犹陪，都言一兰会，未犯银樽酒，徒沾甘露灰。当容君不采，岂不太可惜？当容君不采，岂不太可惜？妙啊，妙啊！哼，请公子留下尊姓大名。我乃一无名之辈，还是不留名了，速速搬花吧。别小走了，走嘞。3言2语就能得到如此推崇，让指认前的老薄白送，真是。小猴子，你闭嘴！这太有画面感了，太辣眼睛了。小耗子，让你乱说话，我罚你洗刷3天的侧出。世子，小的说错什么了？您不能这么对我。你去问吕方，他肯定能给你解释清楚。这是专门等我的。是的，世子，严老将军有请。说了什么事情吗？那本锤法的事情。主公怎么亲自到我住处，遣人唤我过去就行。那锤法如何？这是正宗的道家锤法，12个路数皆精妙实用，不知世子从何处得来的？我在枕下找到，不知何人所放。难道是上天赐予的天书？哪有那么玄乎？也许是某个世外高人吧。既然这锤法是真的好，那我先练着，将来如果有缘遇到赠书人，再谢不迟。世子真乃大丈夫也，老夫随主公回去，看看能否助力一二。请。老夫入伍近50年，见过无数年轻后辈，却从未见过如主公这般天纵奇才之人。主公，这是我让你那个小宦官找来的新锤子，60斤一把，歇息好了，换这双锤子。这学习进度有些快吧？我觉得才上小学，你怎么给我整高数啊？你不会真以为我是勤学苦练才进步粉速的吧？那是因为我新加了技能点。严老将军，进度有些快吧？主公既然让我教你习武，我自然要严格，请不要说那些云里雾里的话。歇息好了，起来继续练就是。若是我以后把武力加满，这老头子8成会给我弄个100多斤的锤子。真是个好苗子，真是个奇才。你发现了吗？自从世子病愈，就像变了一人似的。昨天我听红姐姐说，世子原来一身肥肉，现在变得很强壮了。红姐姐，你是说伺候世子沐浴的红英？正是她。可惜自从前日帮公子沐浴后，世子就不允许婢女进入他的浴室了。兴许是世子长大了，知羞了。我还听说，今日世子任命的女尚书是从满香楼接来的，世子还允许她自由出入宣文宫。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纵使是真的，也不能说。姑姑，闭嘴！你们3人立刻卷铺盖滚出宣文宫，去浣喜宫做活。郑尚书，我们知错了。晚了，现在走，仅仅是离开宣文宫，再等一会儿，信不信本尚书将你们所说报给世子和大王，让你们滚出汉中王府？阿斗文采出众，武艺超群，不愧是我的儿子。看来让他带兵去荆州辅军是如今的上策。那个叫做郑立昭的是个好苗子，只可惜出身差了玷污，也不宜做阿斗侍妾，权且让他做女尚书吧。还有，你去寻一子出众的女儿，定然是个有本事的，请她来成都做官。你看世子献上的菊花多么好看，好看是好看，只可惜那是在满香楼买的。另外，世子宫中的女尚书也是在满香楼买的，你可别乱说，我可没乱说。昨日那个女尚书的身份被人说出来，气得她当场发飙，处置了好多人，府上早就传开了。真的假的？关姐姐不要听下人们造黄谣，我就不信世子是那样的人。你呀，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你不怕他以后往家里胡乱领女人啊？你们说什么呢？领什么女人？我是提醒英英看好某些人，别成日往章台跑，又是买花又是买人的。这个时代的信息传输速度堪比5G 了。世子别介意，凤姐姐的嘴一向狠毒，刚刚她听王府下人嚼舌根，信以为真，这才言语冲撞了世子。嚼舌根？说我什么？说你的菊花是在满香楼买的，还有你寝宫的女尚书也是在那里买的。原来是这么传播的。
果然，女人的嘴是最快的。当然，英英是不相信的，她对你的信任日月可见。凤姐姐，你这么说我好难为情。传的还真快，事实确实如此，都是我在满香阁带回来的。这竟然是真的！张堂那些女人有什么好的？去玩就罢了，居然领回家，还封成女尚书，不成体统。居然还是个敢做敢当的主，有些英雄气概在身，但是不多。你就不会撒个谎哄一哄英英？坏了，他们肯定认为我去嫖了，这可不行。这是您是？哎呀呀，公子，原来真的是公子啊！想不到名满成都的大才子，居然是当今汉中王的世子。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。当日一别，老夫甚是思念，至今还遗憾未曾询问世子恩姓名，更为感谢世子既惊讶又佩服啊！老夫蜀郡杜宗嗣给世子见礼了。原来是成都门阀中杜家的人，看他的架势，应该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世子，您的那篇《浣女赋》已经火遍成都，满香楼也因你声名鹊起。只可惜秋晚以身相许，你却不要送给老夫，要不然必定传出一段郎才女貌的佳话。据说昨日有个文学大家去满香楼买花，老鸨不卖，便用一首七律换走了6盆菊花。刚才见世子孝敬大王的花，才知道所谓文学大家便是世子了。胡乱做的诗句，当不得夸赞。容所写。你们这么个空位法，老子会在抄袭的路上迷失自我的。注意自己形象。想不到吾儿在文坛有如此地位。世子极少出府，估计不认识在座的诸位，老夫给您介绍一下。甚好甚好。世子，这是蜀郡成都的张氏族人张毅，他们家近10人在益州出仕为官。世子，这是蜀郡郫县何氏族人何宗，他们族人多精通图忏、天文、经学。这么个讲解法，恐怕我是一个也记不住的，以后怎么拿他们开刀呢？对了，正理昭能过目不忘，把他换过来，必能万无一失。世子怎么在这种时候让女尚书在侧？吃醋了？你也过去啊？我才不去！哼，世子让他过去，肯定有特殊的用意。世子，这是巴西阆中周氏，族中皆学者，家父多奴，良田万顷，富可敌国。这个富可敌国的周氏得好好记下来，以后能成为我的小金库。吾儿若是能教好世家，今后在蜀地必能坐稳大位。今日群臣皆至，宾客满堂。本王借这个机会宣布一件事。大王不会是要说我和世子的成亲日子吧？皇室定亲有一整套礼仪要走，怎么会在这种场合宣布？你别犯花痴好不好？怎么，见各家门阀抢着恭维世子，你怕他被人抢走？还是担心世子身侧的那个女尚书？今日9.9重阳，各家族都要摆宴相聚，登高祈福。可我二弟云长此时正率军北征襄阳，3弟翼德独自驻守望中，皆不能与家人团聚。此外，本王将派世子刘禅前往驻地镇守南郡，派了益州万民民一邹刘勇、刘礼前往宛平辅军，另派朝中子弟前往各郡宣慰。大王，此事万万不可！南郡战况激烈，世子不宜前往。烂中虽安定，然2王子、3王子年幼，不宜远行。这不是公事，乃是家事，故尔等不必近日在献策。云长、翼德我兄弟也。吾儿前往探望无可厚非。5日后，由豫军将军带领本部人马，随同世子东去南郡。本王中军分出一部，随2王等东去阆商。此事已定，不必在意。这就是另辟蹊径，快刀斩乱麻。更重要的是知人善用，能发掘并启用我这个天纵奇才。世子，你帮我问问大王，臣可否一同前往？我爹刚才说了，这是家事，你这个臣要问大王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兄弟，问问我大伯吧。这还差不多。兄弟，也帮哥哥我问一声。你也去南郡？不，我去皖东见父亲。行。看你们3个挤在一起，嘀嘀咕咕的，是不是星儿和豹儿也想跟着去？撺掇你过来请命？父王明察秋毫，确实如此。他们都想念父亲了。星儿去南郡问题不大，张豹那小子估计会失望。看来父王让2个弟弟去皖中，就是个乌龙阵。5日内定会有事故发生，造成他们的行程取消。看破别说破。宝儿若真想出去历练一下，可以随你去南郡，由子龙领军，加上他们2个在侧护佑你，为父也放心些。那行，包哥肯定愿意。且慢走，你们几人私下可以称兄道弟，若到了公事上，一定要注意尊卑君臣之分。摔孩子买人心的大耳朵，
果然是厚黑学的行家。哥，我也要去。你不能去，老叔在家里待着，等我见到父亲，请他老人家给你安排个婚事，速度嫁出去，也省得我费心劳神的管你。我不用你管我，我也不想嫁人。这一州之地，没有我看上的人。对啊，所以我去南郡，让父亲在荆州给你找户人家。你别说这些吓唬我，你就说让不让我去吧。不让。斗哥哥，你带我去吧。不带，你太小。妹妹，你去把小凤拉回来，别冲撞了世子和大王。完了完了，这疯丫头刀人来了！早知道如此，我就把技能加到武力上了。要是在大庭广众下被一女孩打倒在地，我的脸往哪里放？完了！这还了得！要是把前面两枚摔瘪了，苦的不还是我吗？是世子，是他救了我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幸亏我坐得不远，要不必然磕疼了。是，看你吓得都结巴了。走，随我坐下喝口酒，压压惊。世子，我坐这里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觉得挺好。还好，还好，幸亏有世子，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。看来包儿少儿没讲假话，虽然胖点儿，但身体素质还行。莹莹嫁过去会幸福的。世子好身手，一夕跃出1丈，有吕布之勇。没想到世子这么厉害，看他刚才的动作，定然武艺超群。我要是能找个同世子一样文武双全的母君，此生就满足了。你怎么上来了？我都没注意。还不是因为你上来了，我就跟上来了。你不会以为我是上来敬酒的吧？不是的，我是求大伯准许我去荆州的。你居然直接找大王说这事儿，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唉，胆子大有什么用？大伯不同意。你怎么还吃上了？下去，回自己的食盐去吃。英英能坐在这里吃，我为什么不行？英英是我未来媳妇儿，你又不是。下去，不要靠我这么近，影响不好。我确实不属于这里。世子，你怎么撵人啊？不知道女孩子脸皮薄吗？一点也不怜香惜玉。我很怜香惜玉，只不过只针对你。你看，把凤姐姐气走了，以后可不能这样。来了这么多人，无论大人还是孩童，几乎没有将领，真是祖传废物，却占据着绝对数量的战生产资源和各种资源。将来我定要抢到自己手上。世子，大王让您快些走。兄弟，今年祈福遵从旧例，也安排了比武，你要不要参加？让弟弟们上场吧，我们俩上去，他们压力太大。也是，今年我们就做个看客吧。阿斗，你要不要上去比武试试？无一不精，不去了。也对，阿斗刚刚习武，不一定是张潇等孩子的对手，上去也是丢人。为大汉建安24年，岁在武汉，皇帝备，今已玄兔，昭告皇天。吃了什么鬼鬼啊？等进行完所有仪式，不得天黑？历史上，蜀汉投降的时候，邓艾拿到了蜀汉的户籍。当然，后世很多人说这个数字不准确，因为有门阀隐秘的人口，更有自行隐居的族群。这个蜀汉的人口严度数应该增加4、5倍才对。换句话，这欧兰男女就是刘禅这个皇帝能管理和调动的总人数。他要在这不足100万的人口中找到适龄的、忠于自己又真才实学的人，这确实太难。讲什么的？台下的比武不精彩吗？人口少，良将亏缺，兵源不足，导致北伐的容错率太细。征战途中只要有一次失误，就会满盘皆输。但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此趋势，就应做出改变，不让它再次发生。你此去荆州，任重道远，在上初中的年纪，已经有了誓死效忠、上阵杀敌的决心。今日胜出的赵广，被蜀汉百姓尊为白面神将，最后亦战死在剑阁关。还有战死在成都城外的诸葛瞻、诸葛尚父子。刘备集团的2代们在忠心这方面绝对挑不出任何毛病。如今我穿越了，有名将卡可用，相信刘备集团再也不会缺少良将了。世子，大王让秦先生买的书籍到了。夫子，真好本事，竟然找了这么多书。不多不多，以世子现在的看书能力，半年就学完了。夫子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，就算这都是网文，我半年也看不完啊。这都是竹简？有什么不对吗？夫子，没有纸做的书吗？有。
就这点儿？世子，就这些书册，再加上您书房里的那些，估计已经是半个成都的纸质书卷了，是益州顶级奢侈品。这算哪门子的奢侈品？世子，这益州只是汉中王有钱，不是所有人都有钱。纸书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的。我爹很有钱。汉中王平定益州后，大开府库，自个军士等5人，每人黄铜2万斤，白银1000斤，千万5之钱仅1000匹，说有没有钱？居然按斤奖赏给穷部下，明显是穷人乍富，铁胸叠足。按后世的价值计算，这些奖赏不得过亿了？刘备真有钱。我父王这么有钱，夫子应该多买纸书，不要腾钱。咱们主打买。纸书这种高级货，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。竹简就竹简吧，比没有强，反正不用我亲自搬。那不就是我搬吗？这竹简死重的，还这么多。世子，你要是和从前一样不爱看书多好啊！世子，看，秦夫子给您找来了《神农玉操经》等医术。先放我书房，方便我取阅。原来学富五车是这种重量级的词汇。世子，您前天让我找工匠做的铁栗子已经做好了。好，够效率。我们马上去校场试试。对了，小耗子，去右将军府邀英英一起去，就说他以后骑马不怕掉下来了。世子，这个铁环有什么用？用处可大了，有了它，上马就容易多了。而且双脚有了着基点，骑兵就更容易坐稳，也更容易控制马匹，从而能够解放双手，在马上做出更多攻击动作。这是取巧，不是大丈夫所为。那你是想当以1敌100名将，还是只能1对1死磕的所谓大丈夫？还是凤姐姐骑马快呀！我接到世子通知才派人联系你，居然是你先到的。骑马自然比坐马车快。世子唤我们来是要赛马吗？其实世子没让我们来，只通知了我妹妹。是英英觉得自己独自前来不妥，才硬拉上我们一起的。唤我们同来，可能坏了世子的美意哦。你就知道瞎说。大家居然都来了，真是一点私人空间都不给我留啊！城西教场又不是汉中王府的私产，我们还不能来怎的？能来。英英，我专门命人打造了个秘密装备，让你也能纵马驰骋。你可不要诓我。英英，你别听世子胡说，谁不是经过苦练才能纵马？怎么会有什么秘密装备？世子，英英从小不敢骑马，你不能开玩笑。她若是一个不注意掉下马来，定会受伤的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保证英英立刻就能骑马。世子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英英身子弱，真骑不来马。世子，我还是不是你的秘密装备了，怪吓人的。踩着这个上马，然后把双脚都套进去，就不需用大腿使令夹住马肚子，才能保持平稳了。我相信你。果然，虽然还是有些心慌，但真的不怕掉下来了。就这么个小玩意儿，居然能有如此奇效。世子心里似乎装满了英英，为了能和他一起骑马，竟然想到这么好的点子。马定能增加战力。哥，你看到了我也能骑马了。阿影，宝兄，若是马定在全军推广，给每个骑兵都配上一副，在冲锋风和对阵时能以1敌几。哈哈哈哈！兄弟，不，世子果然聪慧至极。以我之见，这马定可谓骑兵的神兵利器，同样战力，以1敌3不在话下。世子，您虽没上过战场，没有马战经验，但您的这个发明绝对能让我方将士在马战上占据绝对优势。我发明马定，一是为了英英能轻松骑马，更是为了提高骑兵战斗力。世子之志远缩过常人，臣深感佩服。但是，咱们军中骑兵不多，而曹操军中多有骑兵。若是此物被曹军探取，所以我们可以多打造此物，但是暂时不能在全军推广，等将来拿下凉州，再统一装备。有了大规模骑兵，我们不仅可以轻易歼灭曹操的骑兵，就是攻下西域、荡平鲜卑和匈奴，都不在话下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凤姐姐，你和我一起骑会儿马好吗？怎么，不用你的未来夫君陪着了？
如此一来，吕蒙纵使偷袭成功，书信散兵之计的成效也不会如历史上那般大了。小耗子，随我去见父王。成，既成也；乾，天也。这个编草写的信昭然若揭啊！世子，大王让您去访。这是儿臣给舅父写的信，以安其心，但不知如何写给钱将军，特来求教。糜芳总的来说是忠心的，有了这封信，他不会降吴的。你做得很好，儿臣正因知此，才迟迟无法动笔。此外，父王为何明知钱将军傲难志，还遣他驻守荆州，不怕他兵败吗？当年为了拿下益州，为父带庞士玉入蜀，虽得法圣等人支持，依旧难以全功。平复益州后，曹贼侵入汉中，故不得不前往征伐，无力派人去荆州辅助云长。也正因此，孙仲就才有机会偷袭荆州，拿走江夏、长沙、贵阳3城。因为此时很适宜北征，何以？去年汉中之战打得火热，年初时曹贼下属耿固在许昌起义，年末侯淹在宛城起义，曹贼疲于应付。今年年初，黄汉升斩了夏侯渊，大破曹军，曹贼迫不得已亲征汉中。几乎同时，孙仲坚出兵合肥，与我们夹击曹贼。今年7月，曹贼兵败，放弃汉中退军，在合肥虽然胜了，但也损兵折将。与此同时，江汉一带进入汛期，汉水暴涨，民心有变，军心不稳。居然还有这么多内情！若这些都按兵不中，倘若密连等人没有投降而誓死抵抗，关羽绝对能在樊城站住脚跟，至少能全身而退。正因为这些原因，父王才命令钱将军出兵北伐的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对于北伐，诸葛军师和古早制定了详细规划，是在曹贼内有变故时，由荆州和汉中的2个方向同时出兵，一击而成。但云长没等到汉中恢复实力，便自行率主力北征。云长虽然在出征前上表请战，但出兵1个月后，孤才见到那份北征表。此时他已经水淹七军，威震中原了。襄阳是曹贼在汉水一带的最后保线，同时是南阳平原的南大门，一旦占据，可以直扑宛城、许昌等地。若不是你补全魂魄，知道历史走势，你所说之危机，为父也不信。那如今之急，如何令钱将军及时调整策略？云长傲气，现在又是势如破竹，威震华夏，纵使是我说话，他也不会听的。父王也没办法吗？为父也没办法，因此孤才同意你率军东进，而且仅仅给了子龙5天的准备时间。5天时间能准备好粮草辎重吗？不能。成都有现成的粮仓，装上车就能走，但蜀路难行，一路供给到靖州几乎不可能，所以孤还令沿途各郡提供粮草辎重，弥补军需。这就是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了。不过还好，荆州之地粮草还算充足，如今只要能供给路上所需即可。路途遥远，费时颇巨，你去到荆州不必急于立功，能防住吕蒙就算完成任务了。成都距离南郡2000里远，蜀道又难行，时间太紧张了。二叔傲气，肯定不会理睬我的建议，但是我如果这么说，他肯定会仔细琢磨，认真应对。怎么说？速速告诉为父。将军，我们虽然是疲惫之师，堪称穷途末路，但关羽远征而来，陆战数月，同样也是疲惫之师。此时撤军，只会遭到关羽掩杀，而不会得到活路啊！满将军的意思，吾尽知，但逃出去尚有一丝生还的可能，死守孤城，必死无疑。将军乃为王至亲，连你都逃了，为王还能依靠何人？你不能弃城啊！不能再拖了，留下性命，来日再报仇，传我军令。报！怎么了？难道是关羽杀进城中了？平寇将军率军来援。徐公明身在宛城，他几时能到？回将军，平寇将军已经行到襄阳北50里。平寇将军的信使还说，魏王派出了殷术、朱盖等12路援军，近日就能抵达樊城和襄阳。天不亡我，天不亡我！有徐晃牵制关羽，关羽定然自后方调兵。我只需要坐等南九等地守军空虚，一次偷袭就能成功。各军加紧操练，置办商人服饰，以待出兵。吴王啊，天子下诏册封的大王，若不是关羽所向披靡，曹孟德哪会做出如此害事？倘若这次能拿下荆州，捉到关羽，倒是可以留他一命。我的好大儿，你快说啊，怎么才能让云长听进话去？求教。你细说。来不及说了，时间紧迫。来，我口述，你执笔写信。啥？你口述，我写字？你怎么这么会安排？别逼逼，你写字肯定比我快，快些做好写字吧。
叔父征战数月，斩杀敌人将领，攻破曹贼城池，俘虏数万敌兵，让我军威名传播四海，真是劳苦功高，我佩服得很。就这么写白话？你自己翻译了再写啊，要不你跟不上我语速。叔父征曹数月，斩敌将，破敌城，俘敌兵，扬我威。我身在成都，见不到敌人，但我依旧向往冲锋陷阵，向往运筹帷幄，决战千里。在宫中经常思考一些军事问题，但不知道如何解决，特地写信求教。问题一：如果一个将领大军征伐，已经灭杀敌军主力，将残军围困在孤城，两军相持下来，这时候第三股势力伪装成商人，偷偷渡江袭击自己大后方，而此时大后方兵力不足，该如何应对？问题三：若一个将领围困敌人孤城，打败第一波援军后，第二波援军立刻赶到，但敌人援军只是震慑，并不急于出战，而是等后续援军集结。这个大将因防范敌人援军无法大规模攻城，就此相持下来，但敌军越来越多，久拖必败。因此，这位将领未雨绸缪，在大营周围建立了4个指挥所，与大营互为犄角，成进可攻、退可守之势。然敌将立刻兵分4路，对4个指挥所发动猛攻。这位将军亲率5000骑兵去救援，结果被敌军精锐主力埋伏，寡不敌众，大败在即。该如何是好？我的好大儿，你说慢点，把第一个问题再说一遍。我擦！我这都要检查作业了，你竟然还没开始写！要是搁在后世，你用这个手速去写网文，肯定扑白。第4个问题，这真他娘的不是人干的活！速召文书官过来！就你这样的，1800年后绝对找不到好工作。这还差不多。写第4个问题。我儿大才，相信云长看到这封信，一定会认真思索应对之策的。文书啊，你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回去干啥？我还没说完呢！我要把解决之策说成我想出来的不成熟的计策，写出来让钱将军指点。世子，若是要我死，请给个痛快，不要活活累死我。换个人来写。这样应该就行了，希望关羽这货能读完。父王，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。明日一早就让义兵送出去，30里一换人马，估计半个月就能送到南军。你回去休息吧。还不能走，我还要给刘封写信，让他想办法抽出一支人马，火速东进支援襄阳大军。你给刘封写信没用，你没有军权，上庸的人马也不属于靖州管辖，你和云长都调不动他，只有成都传令才行。还不能走，我还要给刘封写信，让他想办法抽出一支人马，火速东进支援襄阳大军。你给刘封写信没用，你没有军权，上庸的人马也不属于靖州管辖，你和云长都调不动他，只有成都传令才行。明日一早，我便专门下令，刘穆达镇守上庸3郡，派刘封领1万人马出征。这样再好不过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回吧，困死我了，王妃还等着我呢。都退下吧。如此一来，这几个重要人物都得到了警示和命令，荆州之危解决了一半，终于可以安心睡一觉了。世子，喝汤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又给我喝汤？我有出入宣文宫的自由，随时都可以来呀。至于这汤，是我近日钻研医术，重新选材熬制的，定能治公子之症。我真的没病。世子对我有恩，我要保世子周全，世子切不可讳疾避医。你放心，我保证这汤能治好您的隐疾。我真的没病，你怎么才能相信啊？世子若真没病，敢不敢让我出诊？你可以出去了。